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个西盛的领夹无线麦克风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它。最近年底事情确实是有点多，把这些拆解的视频全部都压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。这个也是咱们频道第一款无线麦克风的拆解。这个麦克风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使用，它的音质的话确实很不错，在这个400-500的价位段，这个确实是鲜有对手的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来拆解这一个西盛麦克风，我们来看看它的内部的做工和用料的情况。拆解的话，我们先拆这个充电仓，把耳机的话我们放在后面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仓，外壳是一体的结构，亲肤的涂层，手摸上去确实是很不错。这个需要用撬棒从这里把它撬开，撬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盖子，内部这里有一块 PCB 压住电池，下面是充电的一个主板。同样的，把上盖也要把它撬开，撬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出这个上盖。上盖部分一共用了4颗强磁的磁铁，这里还有1颗，底盖这里相应的也有强磁的磁铁，进行磁吸的翻盖操作。上下盖的金属铰链它是扣上去的，充电仓的一个金属铰链，无线耳机的充电仓的外面的盒子，充电仓内部的上盖，这上面这4颗磁铁是用来吸附耳机，上面的螺丝我们把它卸掉，为无线耳机充电的4颗镀金的触点，排插的方式插在这个主板上面。这是充电仓内部的1颗电池，粘在这个很厚的泡棉上面，电池的排线卸掉螺丝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这块主板，负责充电用的。这2颗磁铁用来吸附耳机的接收器，充电触点也是镀金的材质，固定电池的一个泡棉，充电仓内部的关键的东西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来拆解这一个耳机的接收器，它的壳体同样是一体成型的，我们要把这个面板这个地方加热，然后用刀片把它撬开。加热以后，表面这个黑色的塑料的话就脆化了。内部有4颗螺丝，我们卸掉螺丝，可以挑出这个表面上这个盖子，这个是起到保护内部电路的作用的。固定主板还有2颗螺丝，取下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一块主板，内部这里2颗强磁磁铁，这个是接触充电桩触点的2颗充电铜柱，采用的是镀金的材质。这一块是内部的电池，现在这个接收器还是开机的状态，用电烙铁取下电池，这一块就是接收器的主板。现在我们来拆解这2个麦克风，咱们用同样的方法拆开这个麦克风，这是内部的主板模块，这是壳体，主板模块的一个保护板，这个是麦克风的面板，这个是这个驻基地麦克风的保护罩，用来连接充电仓触点的2个镀金触点，电池同样的是粘在这个 PCB 上面的。同样的方法拆解掉另外一只麦克风，2个麦克风内部的主板构造是一模一样的。还是老规矩，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。这就是我拆开的这一个西盛麦克风内部所有的东西，内部用料如何？我现在从充电仓电路开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内部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一颗是麦克风充电仓内部的一颗聚合物锂电池，容量是2500毫安时，电池的型号为104050。厂家的名字没有印在上面，咱们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的，上面有3C 认证的标识。充电主板上面这一颗充电管理芯片，适应型号 WS8805，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主营存储器、通用 MCU、交互传感器、模拟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北京兆易创新科技。这是一颗高度集成、可编程并且具有低静态电流的电源管理芯片，内置开关充电器和同步升压转换器，支持最高 1.2 安的充电电流。充电的电流可以通过 I2C 编程，内部集成多种功能，适合穿戴设备和低功耗电池供电的设备应用。这边一颗配合充电管理芯片使用的 3.3 微亨的电感，旁边还有一颗单片机 MCU 芯片。
私印被打磨掉了，应该是商业保密的原因吧。这一颗 MCU 负责控制充电管理芯片，对这个无线领夹麦克风内的4颗电池进行充电管理。2颗领夹麦克风通过这一个小板来进行充电。这2个出点就是接收器的充电出点，这一个接口为充电仓的电池接口，这个是领夹麦克风充电接口。这一块主板是麦克风接收器电路的主板，一颗250毫安时的聚合物锂电池，厂家来自东莞市锂宇能源。这一颗小芯片是一颗过压过流保护 IC， 私印型号 LP5305， 来自成立于2010年一家专注以电源管理芯片为主的模拟芯片企业深圳微源半导体。这个芯片用于保护低压系统免受异常高输入电压的影响，在工作时 IC 持续检查输入电压、输入电流和电池电压，当保护状态发生时，电源 MOS 将同时关闭。一颗负责接收信号的蓝牙 SoC 芯片，私印型号 WS300， 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专业的智能无线音频技术的提供商珠海汇联科技。这是一颗 2.4G 和蓝牙 5.2 双模音频 SoC， 支持低延迟无线传输和丰富的音效处理。芯片内置高性能处理器 BT、BLE 双模无线电，24位高性能音频编解码器，高级电源管理单元、锂电池充电、SPI、LCD 接口以及其他的灵活接口等等。WS300 是汇联科技的蓝牙 AI 麦克风高性能低功耗解决方案的芯片。主板背后的这一颗 LCD 显示屏就是由这一颗 WS300 芯片进行驱动显示的。24兆赫兹的贴片晶阵负责提供稳定的频率信号，确保蓝牙芯片正常工作。这一部分为 LC 滤波电路，主要作用是减少高频干扰，提高蓝牙芯片和通信质量的稳定性。这一颗芯片私印型号 UN3452， 来自成立于2016年国内领先的模拟电路设计企业之一的深圳中科来讯科技。他们家的芯片私印规则太繁杂，我也不确定这是什么型号。按照电路的走向，这颗芯片应该是一个信号接收处理芯片，接收这一边 WS300 发来的信号处理过后，通过 Type-C 接口传输到手机、相机等设备。芯片的旁边一样有一颗24兆赫兹的贴片晶阵和这一边的 LC 低通滤波电路。这边一颗私印 X 的元件，这里也有一颗私印 X 的元件。这2颗元件为接收板的2颗贴片陶瓷蓝牙天线，负责接收麦克风的蓝牙信号。2个无线领夹麦克风内部的主板是一模一样的，这里就只拿其中的一块来进行展示和介绍。2个领夹麦克风内部的电池跟接收器使用的是一样的，都是来自东莞锂宇能源的250毫安时的聚合物锂电池。领夹麦克风内部的过流保护 IC 也是来自深圳微源半导体的 LP5305。蓝牙 SoC 芯片跟接收器一样，用的珠海汇联科技的 WS300， 负责采集音频信号，通过蓝牙信号发送给接收端的 WS300 芯片。芯片外围的器件基本一样，一颗24兆赫兹的贴片晶阵 ，LC 低通滤波电路，旁边私印 X 的贴片陶瓷天线。这一排 LED 功能指示灯也是通过这一颗 WS300 进行驱动显示的。这是负责给麦克风充电的2个镀金的充电出点，2只全指向型柱集体电容麦克风，负责拾取语音信号输送给 WS300 芯片。3块主板上面都配置有 3.5 毫米的耳机孔，耳机孔的内部做工细节都还是不错的。这是耳机孔的做工和细节，上面有私印信息。这是麦克风和接收器内部的 Type-C 口，内部的做工和细节大家看一下，做工还是很不错的。这是麦克风和接收器内部壳体的做工，这个是充电仓的内部的壳体，做工的细节都还是很不错的，有加强筋，没有毛刺。壳体内部也是一样的，有加强筋。这个牺牲出品的领夹无线麦克风，经过我的使用体验和这个实际拆解下来，给我的感觉还是性价比也非常高的一款产品，400-500价位段非常有竞争力。内部的用料3颗来自珠海汇联科技的双模 WS300 芯片，各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上次测试视频有测试到，没有看测试视频的可以去看我的这个麦克风的实际录音的效果。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大家起到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，别忘了还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点订阅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